我们开始啊，先调墨，对吧？每次我们开始之前，先讲调墨的部分。诶，笔尖调墨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笔尖调墨，调好墨以后，我们今天的构图啊，以这个桃树为主啊。你看，我们先画近景的山石。我们画山石讲究什么？对吧？先勾山石轮廓线。你看啊，哎，先勾山石轮廓线，对不对？我们常讲这个口诀啊，先勾山石轮廓线，然后内部结构，哎，分三面，对吧？你看啊，哎，分出山石的三个结构，哎，看三个结构分完以后啊，一二三，对不对？看一二三，三个结构分出来，然后它的明暗关系，对吧？我们用皴擦，哎，皴擦来体现它的明暗关系，还有它的山石的纹路、纹理，你看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先按这个口诀，先把山石分出来，先分出这个近景的山石，哎，向后，哎，向后我们再安排后边的山石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再安排后边的山石，笔尖调墨，哎，多余的水分，哎，勾一下，把水分吸出来，再勾后面的山石这个结构，你看啊，哎，暗部结构勾一点，你看每次调墨啊，我们都在笔尖的地方，哎，去调一下，沾一点，你看沾一点，哎，一直保持它这个在笔中它的墨的变化啊，你看对不对？你看一直它笔中的变化，由浓到淡，哎，在这一笔中我们体现出来。哎，先把近景的一块山石画出来。哎，画出来以后啊，看下面我们就勾这个桃树的地方。勾桃树啊，我们看都是用这个单勾的方法。哎，画的时候上树干呢，哎，让这个枝干啊，哎，稍微让它粗壮一点。你看，你看啊，哎，让它画的粗壮，然后它的小枝，你看啊，它小枝出的时候啊，它和我们平常画的这个树的小枝有不同的地方，哎，不同的地方就是什么？它的小枝啊出的，哎，短一点，你看啊，对不对？哎，短一点。我们画这个别的树种的时候，你看它的，比如说杨树啊、松树啊，它的树小枝啊出的比较长。哎，我们画这个桃树的桃花这个树枝啊，哎，看让它稍微短一点，然后它的主干呢，让它粗壮一点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哎，让它粗壮一点。
你看我们这个要看这个春天，对吧？你注意春天我们到这个桃林里你去看的话，你看它的树干是不是，哎，都是比较粗壮，哎，看注意它出这个小枝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哎，出的小枝过来，哎，都是这种，哎，比较短的这种啊，你看，哎，比较短的这种小枝杈，对吧？处理的时候，我们勾这小枝的时候，哎，勾的短一点，哎，勾的短一点，对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同学说的啊，哎，就是我们，哎，画这个桃树的时候，哎，画的，哎，叫它粗短一点，哎，然后注意它的树的前后穿插，你看，哎，前后穿插，哎，留出一个，对吧？你看，留出一个这个空间来啊，哎，稍微留出点空间，哎，然后用淡墨，哎，稍点一下啊，稍点一下，你看，对不对啊？你看，就画成这种形状，我们就可以对留出树的空间，前后关系。哎，看我们近景的完成以后啊，看我们画右边这一组画的时候，也按我们左边这个桃树的画法，哎，我们去处理，哎，画这个枝干，对吧？先把这个桃树的主干画出来，哎，看画的时候，我们刚才讲的，哎，小枝短粗，哎，小枝短粗，哎，小枝短粗，哎，过来，你看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先把前面的这一棵，对吧？这一棵桃树先勾出来，先完成。哎，完成以后啊，你在笔尖再蘸墨，再重新调墨，这样一组，哎，一组的去处理这个桃树。你看，看我们这是画的这种出枝的方法，对吧？它也是我们常说的鹿角枝。它的鹿角枝呢，哎，是稍微短一点的那种，哎，鹿角枝。你看，哎，一点一点，对，你看，就同学们说的，哎，留有树的空间，对吧？留有树的空间，我们这样一层一层的去处理。啊，我们留出树的空间，把前后关系，对吧？哎，我们交代清楚，哎，交代清楚，哎，过来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这样，哎，画这个树丛的时候啊，对吧？我们不要乱，你看，就是画完这一组，对吧？前面这一组画完以后，哎，我们再画后面，
然后一层一层的向后去勾这个树的这种小枝、主干，对吧？一层层的去勾，哎，一层层去勾，不要乱。哎，你看，过来，哎，你看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就是说勾的时候啊，勾的时候，你看我们把前面这一棵树，对吧？前面这棵树，主枝、小枝，对吧？处理完以后，哎，我们再画后面的啊，再画后面，这样一层一层的由前向后，哎，这样去勾，这样去勾，你看，哎，这样去勾，看勾完以后，你看啊，勾完以后我们哎，怎样去加深它的这个前后这个关系？你看啊，那勾完以后，你看啊，我们在什么呀？哎，在这个树根的地方，你看啊，在这个树根的地方，就是靠近树根的地方，哎，我们用淡墨，你看啊，用淡墨，哎，淡墨干笔，你看啊，淡墨干笔，稍点一下，你看，稍点一下，哎，稍点一下。你看，稍点一下以后，你看在这个我们留的这个空白的地方，对吧？留出前后空间的地方，你看啊，我们用淡墨点在，看也是点在靠近树根的地方，哎，你看啊，这样去点，哎，后边的树用后边的这个我们去拖前面这个树形，你看啊，我们用这个淡墨，哎，干笔淡墨。我去点一下这个树枝多的地方，还有看前面是树根的，靠近树根的地方，我用淡墨点一下，哎，点一下，哎，用我们的这个淡墨干笔，哎，去把前面这个树形我们拖出来，你看是不是？哎，我们就把前面的树形拖出来。这一组，你看右边这一组，你看啊，我们把靠近树干的地方来一点，哎，少点一点，你看。对不对？少点一点，然后树枝的地方就是这个树的外轮廓，我们留白，然后我们点后边这个树啊，你看后边，哎，点在这个位置啊，哎哎，你看淡墨干笔，哎，点在这个位置，哎，把前面这个树形，对不对？哎，把前面这个树形，哎，我们拖出来，哎，你看啊，这样拖出来。哎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这样就拖出它了，就用后边的这个暗部结构去拖前边这个树的外形。哎，你看，哎，去拖出来，然后你看，
后面的拖前面这一棵树，然后看，再用后面的这个第3层的树，我去拖前面第2层的树，你看，一层一层，我们这样去拖一下，用弹幕，你看，对不对？这样我们前面的树形，你看，这拖完以后，你看这互相衬托以后，到上颜色的时候，哎，就非常明显，就能表现出前面的树形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样去做个前后关系的衬托啊。你看完成了以后，你看我们呃在后边你去画的话啊，哎，我们后边再画这个桃树的话，对不对？哎，前面你怎样去处理？哎，我们后面呢也是按这个方法去处理它这个树的前后关系。哎，你看对不对？哎，处理完以后，把前面的树形，哎，我也用弹幕把前面的树形拖出来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哎，来一点，这样拖出来。哎，这我们画完墨稿以后，你上颜色，哎，这样外面颜色，对不对？就比较亮，相对来说比较亮。哎，靠中间的这个，哎，稍微它暗下来。哎，你看啊，把桃树画完以后，我们画下边山石的结构。山石结构也是，我们按左边这个山石的处理方法来一点，你看啊，哎，先勾山石轮廓线，勾出来，哎，勾出山石轮廓，哎，内部结构分出，哎，前后，对吧？哎，我们右边的结构，哎，是在画外，哎，我们只把侧面结构，就是左面的结构勾出来，哎，你看啊，这样勾出来。对不对？你看啊，哎，勾完这个轮廓结构以后，皴的时候，哎，就按我们勾的结构向下，你看这样去皴，哎，这样去皴，哎，到后面你看也是啊，先勾出轮廓来，勾出轮廓，分出两边的结构，哎，简单的分出，对吧？一层、两层，对吧？前后这个关系，哎，我们先分出来。分出来以后啊，我们皴的时候，哎，按这个结构，你看，按的结构，你去向下去皴，哎，向下去皴就可以，对吧？你皴的时候，哎，我们皴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按我们这个结构的方向，对吧？你看我们轮廓线是这个向左下的，对不对？这个行笔，然后我们皴的时候，你看你皴的时候，也要同时和我们这个结构线平行向下，对不对？哎，去皴，哎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样去皴啊。
过来，我们加个小的结构，然后后面向上，对不对？哎，向上，看勾完轮廓，哎，勾里边一个小结构，哎，勾完结构以后，对不对？勾完结构线，我们把山石的这个块面分出来，对吧？前面的、左面的，这右边是在树后面，对吧？我们看不到。你看，勾完结构以后，哎，我们村的时候，你看，哎，就按这个结构去村到结构线的后面，你看，哎哎，再过来，哎，看啊，这就是我们后面，对吧？桃树后面这个山石结构，哎，勾出来，哎，勾出来以后啊，我们下面画桃树后面的这个建筑，我们江南的这个啊，你看我们画江南水乡那种建筑，这这不是，就是说我们不是一点村，是那种小的啊，小的匹马，哎，小的匹马村，你看啊，对吧？它这种短匹马村是这样的，哎，短匹马村，哎，我们画后面点景，看我们画江南这个建筑的时候，对吧？还都是那种起基的瓦房。我们先画一个正面结构啊，你看，先画房顶。哎，画这个房顶的时候，我们画这个点景人物或点景的建筑啊、小船啊，我们常讲啊，干笔，对吧？用墨，哎，稍干一点，哎，稍干一点以后，哎，不要太重，你看啊，画的时候不要太重，哎，稍来一点，哎，稍来一点啊，哎，你看啊，我们调墨怎样去控制它的水分？哎，你看啊，我们调好墨以后，对吧？我们用这个用纸，哎，把这个水分哎吸一下啊，哎，这样吸一下，哎，吸了以后，哎，你看，把笔中的水分含的比较少，这样我们去勾啊，哎，过来，你看，哎，这样去勾啊，哎，中锋，哎，先把这个房顶的起基地方勾出来，哎，对吧？这就是画房顶这个瓦的地方。你看画下边这个瓦那个房檐的时候，要和上面这个房顶的结构要平行。你看啊，哎，要平行。哎，再画正面结构下来，哎，是不是？你看啊，哎，把这个房顶啊，哎，墙面画完以后，画个长方形，小的长方形。你看，哎，这就是我们的哎窗的哎这一部分。
对不对？你看完成了以后，然后勾这个铺瓦，我们房顶上铺瓦的话，哎，先来一个竖线，你看画一个竖线的时候，我们和这个左边这个结构啊，这个斜的这个结构要平行，要平行。哎，我们不是说讲究的，哎呀，就是说特别透视啊，就得和我们这个素描一样，讲的特别仔细啊，哎，看着我们舒服就行啊。我们看着舒服就行。哎，画完以后，哎，画完以后，你看我们怎样去画里边这个勾这个瓦的这个瓦片啊？看勾瓦片的时候，勾完这个竖线，对吧？我们勾一些横线，勾横线的时候吧，哎，稍微的来一点弧度，你看，哎，少来一点儿，就是说不用画的那么就是说平的，哎，稍微给它有一点弧度就可以。哎，看，就这样啊，哎，来一点，哎，哎，勾两笔，哎，你看这样，对吧？哎，勾两笔，它就是稍微有一点弧度啊，不用勾那种哎特别平的那种线啊。哎，这正面一个，我们画一个正面的，然后再画个侧面的，交叉一下，变化一下啊。哎，你看画侧面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先画什么？哎，先画个三角，你看啊，哎，先画个三角的结构。哎，先画个三角的结构。看啊，哎，画这个侧面的时候，哎，把笔，哎，调的稍微干一点，对吧？我们画点景的时候啊，你看墨不要太湿，对吧？太湿我们容易阴的控制不好。你看啊，先画一个三角的结构上来，哎，你看啊，先画个三角的过来，下面它下来，你看我们画个这个是两层的结构，哎，有个阳台，哎，下来，看对不对？它这是我们二层楼上的哎小阳台，你看过来，然后它这个结构啊，侧面结构对吧？透视过来，哎，和我们正面不，它的结构呃比较多一点，就是露出的部分哎比较多一点，侧面结构对吧？稍微露一点，就是我们说的啊，透视的这种效果，哎，露出一点来，这也是啊，哎，勾两个竖线，你看我们这个调墨还控制水分，对不？我们手里，你手中啊要拿一个这个废纸，哎，随时去，对吧？随时去吸里边的水分。你看，勾完以后，哎，点两个横线，代表这个瓦片儿，哎，代表瓦片儿，来一点，你看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哎，简单的勾两个瓦片儿就可以。
它这个侧面也有这个小的窗口，对不对？你看也有小的窗口，我们就画一个，也是小的长，你看这是个长方形，对吧？我们后边也画一个小长方形，你看，哎，这是侧面小的窗口，对吧？哎，这是两层，对不对？哎，两层结构的。不难，这个你看我画的时候啊，你画的时候你掌握了这个怎样去处理这个结构，对吧？你怎样去处理结构？你看很简单，你把这个房顶的位置出来，对吧？墙面出来，对吧？很简单，这个方法很简单。就是把这个事情啊，你看我们在画一个结构的时候，你看画出一个结构来，哎，对不对？你画出一个结构来，第二个结构，对吧？我们学会对吧？你学会这一个简单的结构，同时你再画第二个建筑、第三个建筑，对吧？它是一样的方法，一样的方法。你看啊，我们画这个结构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你画了这个侧面结构以后，你看我向后面再画个侧面结构，你看还是一样的这个方法去画。你看啊，三角形，呃，是稍微干一点的墨。哎，你看了啊，我给大家做个示范啊，稍微干一点，你把这个笔蘸一点清水，看啊，在盘中笔尖上来一点墨，上来一点墨以后啊，你看用我们的这个湿笔纸，哎，你把水分吸一下，吸一下。如果是想控制的墨，哎，你想控制的墨让它干一点的话啊，哎，你可以多吸一下啊，多吸一下。这样以后你笔中的水分，对不对？它含的比较少，再去画，你看啊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这就是相对来说它含水比较少，所以相对来说干一点。我们画点景的这个点景的这个建筑啊、小船啊、人物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控制的水分，对呀，都需要稍微干一点，也稍微干一点，不要太湿。你看，你看，我们画这个后面这个房屋的建筑，是不是你看是不是和我们前面这个一样的这个结构？哎，对不对？你看是一样的结构，勾完三角，再勾上面一个房顶平行，然后下边是个墙面哎，你看勾完以后，上面的瓦片也是啊，先勾竖线，哎，有点重，你看有点重的话，加一点清水，哎，调成它淡一点，你看过来，哎，你就掌握它这个竖线和两边的结构线，它是平行的就行啊。你看啊，哎，这个我们同学们老师教的啊，就教的大家简单的方法，这个需要这个多在课下多练习就行啊。哎，多在课下多练习就行。你看啊，哎，点点瓦片画出来，
是不是？它和前面这个，对，你看啊，我那个开始我就讲过这个，我们水分怎样去控制？你看啊，它这个水分主要水分是在我们这个笔肚的地方，哎，对，它在这个笔肚的地方含水比较多。你看我们吸的时候，哎，就吸它这个笔肚的部分，它水分吸走了以后，你看它就剩笔尖的地方，它的墨，对不对？它相对来说含水分比较少，这样我们画出的线条啊就稍微干一点，是这样的。哎，就是控制这一部分，哎，笔上这一部分的水分。哎，你看啊，画完以后，哎，下边这个平台台阶啊，下到台阶怎样去画？也是啊，你看，对，哎，你看啊我们画台阶的时候，也是啊，淡墨，调淡一点的墨，吸一点把水分吸一下，哎，这样去勾，双勾一下台阶啊，上来，你看，哎，这样上来，哎，这样把台阶勾出来，你看啊，勾出来，哎，这是向这边对吧？向右的一个台阶，然后这是向左的啊，勾出来，然后就下面的结构，你看啊，侧锋，哎，看侧锋直接勾一下就可以，哎，你看用侧锋勾出台阶下巴这个山石结构，你看啊，哎，上面也是用侧锋，哎，把笔侧过来，哎，湿的话，你看这一笔比较湿，哎，我们把多余的水分吸一下，哎，你看这样是不是它的笔，哎，就变成干的淡墨干笔啊？看我们要控制水分，看每次我调墨的时候啊，哎，看笔尖调好墨，现在这个是不是？你看现在墨是不是特别湿？你看，所以说，呃，现在笔里边水分比较多，你看我们就用这个吸笔纸，哎，吸水的，看把多余水分，哎，稍吸一下，哎，稍吸一下，哎，我们画后面的结构啊，画这个后面的树木的时候也是啊，先画树干，哎，画出树枝，左右去长这个小树枝啊，哎，画出来，哎，画出来以后，哎，笔尖来点水，你看，稍沾点水，我们去点叶子的时候，对吧？水分让它多一点，稍多一点，你看，哎，来一点，哎
让它你看多一点。哎哎，如果我们笔中的水分少的话，我们点的时候，你看啊，可以在纸上稍停一下，你看稍停一下，哎，看形成一个，对吧？形成一个上边浓下边淡的一个墨的浓淡变化啊。哎，上来一点，哎，注意我们前面这个桃树的啊，它桃花的这种外形、树形，哎，要留出来，要留出来。哎，这一部分啊，我们用的是这个淡墨干笔，还有我们点景的啊，都是淡墨干笔。哎，后边你看到后边以后啊，哎，树的后面我们用淡墨，哎，用淡墨，哎，勾一些桃树，你看啊，哎哎，来一点，你看勾一勾一组小桃树和前面的桃树，哎，呼应一下啊，哎，稍呼应一下，哎，稍呼应一下，哎，来一点，你看对不对？就是说我们画后面这一组树的时候，哎，让那墨呢，对吧？让它淡下来，哎，让它淡下来。你看，它这样和前面的这个建筑，对吧？它也能分出前后关系。哎，你如果你看你要后边，如果你要重墨的话，对不对？它和前面的建筑也就贴在一起，分不出前后这个透视的关系啊。到后面你看，到后面以后，你看画后面建筑的时候，它是在树的后面，哎，就用稍微淡一点的墨，我们用这个浓淡墨的关系来体现啊，体现建筑的还有我们山石的，对吧？前后层次。过来，你看，哎，过来，哎，一个，哎，这种房顶上的这种山墙，哎，这样去画啊，哎，到后面你看，到后面我们就用什么呀？对吧？就用淡墨，哎，这就不用用，不能用这个笔墨控制。你看我们多，你看掌握了以后，哎，你看同学们啊，你看啊，我们怎样去调墨，去掌控水分？你看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笔中调了墨以后，对不对？你看它的水分比较湿，你看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它的水分很湿，我们需要画的时候，它的墨呀是掌握在就是说，不要不干不湿，怎样去调节？你看啊，我们开始调了水分以后啊，你看这个墨，对不对？你上纸上以后，它就阴出来，阴出来，哎，然后我们沾了水调墨，你看啊，我们在这个这个湿笔纸上。
哎，把多余的水分，你看吸的时候啊，哎，吸的时候，你看就吸哪儿？刚才我就讲，哎，就吸这个，来吸这个笔肚的地方，你看吸这个地方，把这一部分的水分稍吸一点，然后你看我们再去画的时候，你看是不是它的线条，对不对？看不阴不阴，然后也好控制，你看也好控制，这就是我们调节水分，控制这个笔墨的干湿变化。哎，如果你看，如果想让它湿一点，我们再对吧？笔尖稍加一点水，你看我再去画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哎，这就是相对来说湿的一点湿的线条，哎，湿的线条。我想要干的线条，不要再沾水，我们用些湿笔纸，把多余的水分，你看，哎，吸一下，对吧？吸一下，你再看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干的这种线条，哎，这是干的线条。哎，我们开始的时候啊，你看开始的时候，这个湿笔纸啊，对吧？你要常用，哎，每次我调水调墨，哎，控制水分。你看调水调墨完了以后，哎，用湿笔纸，你先在这个湿笔上水分先吸一下，吸一下以后你再落墨。你看啊，再往画上，比如画一个，哎，你看画树枝吧，你看，哎，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墨色，对吧？不干不湿，哎，不干不湿的。你想要干一点的，你看还是这个笔，还是这点墨。我想要干一点，再来一点，再把这个水分再吸一下。你看，我再画树枝，对吧？你看是不是它就有飞白？它这个墨，对吧？就是相对来说比我们这个墨就要就要干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们需要用的干笔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们这个墨的浓淡干湿变化，墨这个笔中的水分怎样去控制？哎，你看我们开始的时候啊，你这个湿笔纸啊，对吧？你要常用，常用，哎，形成一个习惯了以后啊，我们形成习惯以后，如果你再去画的时候啊，你看形成这种习惯，你看随时你控制笔的浓淡干湿，对吧？哎，形成一个习惯以后，你就不用再，就是说每次看的时候，我每次画的时候，我这个笔啊吸几次啊，对不对？你掌握了它的这个经验以后，你看，掌握经验以后，哎，随时吸两下，你就能感觉出啊，它的墨是湿的，对吧？还是湿的，还是干的，你就能随心所欲的去控制。刚才老师给大家讲了很多的基础哎，啊，大家有帮助的话打一个有，我们对，后台公屏上跟老师互动一波啊。那我们就接嗯着画下边的了啊。今天老师画的这个春景，给大家画的是一个桃花源的一个场景啊。画完墨稿以后，会给大家讲怎样去着色。今天我们画的是一个春天春意盎然的一个感觉啊。新朋嗯。友们也别忘了点个左上角的关注，点个粉丝灯牌，这样开播会有开播的提醒的啊。我们的新朋友们刚刚走进直播间的，不要忘了点个关注，这样一开播您就会收到开播提醒了啊。我们每天的下午的3点半是我们的山水的直播的一个时间。今天老师讲的呢是一个小一点的作品，我们今天画的是一个30×50的一个尺寸啊。对，现在老师刚才给大家画的是一个细节的局部啊，朋友们，
老师的课程在小黄车的1号啊，1号是老师的课，里边有基础课50节，还有100节的完整的泛画作品，都在小黄车的1号课程。开了课程以后，在我们的学浪就可以学习啊，它是一个永久观看的课程。就是开始的同学们可能对这个墨的掌握，对吧？不熟练，你不熟练，你如果熟练的掌握了以后，很自然的形成一个习惯就行。我们这个中国画讲究这个笔墨，对不对？一个是用笔的，中锋、侧锋的用线条的变化，然后再就是墨的浓淡干湿焦，怎样去表现出来，对吧？同学们都觉得啊，这个墨特别难掌握，教给大家这个方法，你看，我今天教给大家这个方法，你去，对吧？你去这个熟练的去掌握它，对吧？就是你画的时候，每次画的时候，对吧？用之前，你把墨调一下，我们画这个，你看啊，画远山，看我们画远山的时候啊，你看近景的这个以建筑为主的一个小这个桃林，还有我们建筑，到远山的时候啊，它是南方的那个远山。你看我们画的时候，不要画那种，就是山峰那样的啊，画那种圆的山峦。你看啊，画出结构，对吧？先把山峰，对吧？这种丘陵，它这是南方的啊，南方的山形比较圆润。你看，画这种比较圆润的山，画出轮廓，对吧？画完轮廓以后，我们分里面的结构，你看，是不是和我们前面山石一样啊？你看，分出1、2、3，前面、左边、右边，分出3个结构。分出结构以后啊，这样，沿着结构我们去村，下来，你看，这样去村啊，左右去村，哎，左右去村出山的这种明暗结构，前后层次，下来，以这个为中心啊，这就是我们这个山峦的中心位置，然后由这个位置向后延伸，向后延伸，你看下来，前面墨重，稍微重一点，你看到后面越来越淡，越来越淡。下面呢，就是我们虚匀的地方，让它虚下来，让它虚下来，这是上面，对吧？向右发展的山峰，我们左边呢，下面小的山峰，你看啊，小的山峰，下来，画个小山峰。对，村在结构线的附近，你看，村的时候我们勾完结构线以后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勾完结构线，你村的时候在结构线的后面，这样去村，而且村的方向，你看啊，村的方向，你看我用笔也是啊，
寸的方向和我们结构线的方向是平行的，对不对？是平行的。哎，这样的结构，你看我们画这个小的山峰也是，这是轮廓线，勾完轮廓线以后，你看它和我们这个轮廓线、结构线是同一个方向。哎，看这样去寸，对不对？它有，就是说，你看它的寸的时候，那我们在后面再来一个结构。你寸的时候，你注意什么呀？哎，注意它结构的方向，寸的方向。你看啊，这样，哎，对吧？它是和我们结构线同一个方向啊，哎，同个方向。哎，然后后面，哎，后面你看画远山，到画远山的时候，哎，结构少一点，因为画远山，我们常讲啊，远树无村，对吧？不是远树无知，远山无村。你看，哎，简单的勾个结构，哎就可以，哎，简单勾个结构就可以。哎，把远山的大致结构勾出来。哎，到下面你看啊，下面我们南方经常见的就是山脚下，对，远山无村，远树无知。你看，一般到山脚下都有什么水田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淡墨干笔，哎，淡墨干笔，哎，勾出水田。你看啊，哎，勾出水田，哎，哎，哎，就是我们在江南这个，对吧？它的山脚下，哎，都有那种水田，哎，水田里边，哎，小的树木，看啊，远山无村，对吧？哎，这个远树呢，无知啊，对，淡墨干笔勾出水田，看画远处的小树，对吧？它就不用画树枝，对不对？我们直接用淡墨，哎，点出远处的树丛，哎，远处的树丛，哎，来一点，你看啊，哎，看远山无村，远树无枝，对吧？它就没有这个小的枝干，哎，我们就画一个主干，然后用淡墨点出叶子就可以啊，哎，点出叶子就可以。你看后面，对吧？你看建筑的后面也是，哎，我这个树枝也不用画，哎，我们点一些树形，用淡墨，哎，点出树形来就可以，对不对？看它远处的树，哎，只看到树叶啊，哎，简单的树形，哎，下来，哎，然后啊，我们画水中的小船儿，我们画两只小船啊，哎，画小船也是啊，我们先画船篷，
啊，船棚画出来，船身，你看，船棚画出来，船身，这船头翘起来，你看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常讲，哎，船头让它翘起来，你看，哎，船头让它翘起来，船尾稍微平一点，哎要分清船的前后啊，哪是船头，哎，哪是船尾，哎，你看，对吧？你看啊船头稍翘起来点，哎，看啊，现在呢，老师今天这张能画完吗？画完啊。对，前面老师讲的慢了点是吧？怕你们学不会。看啊，我们把这个倒影，对吧？船的倒影，淡墨、干笔，哎，看啊，我们常讲画倒影的时候，要与船有个空间啊。你看，有个空间，哎，船的倒影，还有近景山石的倒影，要用淡墨画出来。哎，你看，哎，画出来，淡墨，对不对？画出来，哎，远处水田的地方，哎，画点倒影，嗯，哎，对吧？都画上，对吧？都用淡墨，哎，来这儿，向下去，看我们用笔啊，画倒影的时候，笔尖让它侧过来，你看，哎，让它侧过来，看，哎，哎，用你笔尖侧过来画就可以啊。对，你看，我们可以在这个房檐的地方，淡墨，你看啊，淡墨稍浮勾一下，哎，来一点，哎，远山，对吧？我们点胎的时候啊，你看也是啊，横笔，哎，点些小树啊，在山顶上来点小树，哎，你看，哎，就是代表我们山上的啊，对吧？山上的小树，哎，来一点，哎，看，这画的就是说代表我们哎山上种的小树，用胎点我们去代替啊。点击胎点的时候，我们就用这个用笔尖侧过来，哎哎，好了，哎，稍微我们亮一下，哎，就可以上颜色啊。来，我们先上
先上这个桃树的部分啊，先上桃树的部分。桃树，我们这个桃花用曙红，用曙红去调，上来一点。曙红，这是，看这曙红，曙红和白色，上来一点白色，这两个颜色，看，我们把曙红，曙红对，曙红，白色，你看，调这个桃树啊，桃花，曙红，白色，调这个颜色啊，看，曙红和白色调在一起，调这个粉红色，我们先点，看，点的时候，对吧？我们留白的地方，你看留着树形的位置来以后啊，你看点的时候我们就点在这个树形的地方，留白的地方，你看，这样去点，你看我留白的地方自然颜色对不对？它要亮一些，你看它亮一些。我们点了这个弹幕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它颜色自然就比较稍微暗一点。你看啊，上颜色的时候，我们稍微的水分让它多一点啊。上颜色尤其注意，我们水分要多一点，水足一点啊，上颜色。这样我们点出的颜色，对吧？比较润。尤其我们画江南水乡这个啊，水分让它足一点。看，用这个曙红调的白色，我们上这个桃树的地方，桃花啊，先把桃花点出来，先把它点出来。你看啊，前面的颜色，稍微的重一点，后面的颜色稍微淡一点。你看，对不对？上来一点，你看，上来一点。这边也是啊，这边桃树也是这样的，你看啊，曙红、白色，这样去调，来一点，对吧？上颜色，我们一定要记住啊，上颜色，水分，对吧？让多一点，不要太干，这个上颜色的时候，哎呀，不要太干，看，哎，看啊，点在我们看，就是说我们这不画出这个树形的位置，画到树形的位置，你看啊，画到树形位置，来一点，
我们上颜色，哎，你看我们上颜色也是啊，哎，在笔尖上来点颜色，对不对？哎，在笔尖我们就调颜色啊，哎，它的颜色也是，哎，笔尖，对吧？它颜色稍微重一点，然后你看它也是有个颜色深浅的变化，哎，也是有个深浅的变化。调完，啊，这一笔用完以后，哎，再来重新再调。我们这颜色也是啊，随上随调，对吧？随上随调。你看，它这个在笔中，你调颜色和我们调墨，对吧？一样。然后你这个颜色，它有很自然的有一个深浅变化，哎，有个深浅变化。它不是说像我们那个平涂的，对不对？它不是平涂的。像我们点那个桃花的时候，你看，哎，它产生这种深浅变化，对吧？很自然的产生一种深浅的变化。它就是在看我加清水，加清水，调颜色，看对不对？它在笔中，哎，它也有一个深浅的变化。你看，你看啊，我这一笔我不加清水，你看有浓有深的颜色开始，看对不对？你看随着笔中的颜色，把笔尖的颜色用了以后，到下边笔根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它就有一个深浅变化。你看，很自然产生一个深浅变化。哎哎，后面呢稍微淡一点，来稍微淡一点，再加清水，哎，调颜色。你看，在笔尖去调啊，哎，在笔尖去调，哎，来一点，这样看，它这个产生的自然的深浅变化，就比我们你用拼图的这个，对不对？它就没有那种层次感，哎，产生不知道您的层次感，哎，来一点，哎，桃树地方，你看啊，桃树地方点完以后，点完以后啊，我们先画什么呀？这个房子的地方，这时看这是勾这个啊，先勾窗户啊，先把窗户染出来，然后复勾一下结构线。你看啊，小窗户染出来，这个结构线复勾一下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们这个这个淋水的小台阶儿，来一点，你看，上来一点，小船儿，这时，哎，下面的啊，看房顶的地方，我们用花青，用花青，哎，淡花青，
染一下，看，对不对？用花青啊，染一下。哎，来一点，看，哎，花青，用这个淡花青去染就可以啊。哎，来一点花青，下面就是山石地方，我们怎样上小青绿啊？小青绿第一步，我们先打底色，对吧？哎，先打底色。赭石，看啊，打底色的时候，赭石、藤黄两个颜色调在一起。哎，赭石、藤黄，哎，两个颜色调在一起。调在一起以后，哎，上到哪儿？看啊，上在这个山石的暗部啊，山石的暗部。哎，山石的暗部，稍来一点。哎，用赭石啊。哎，山石的暗部来一点赭石，看，哎，稍来点赭石。然后亮处啊，亮部，我用什么颜色？哎，用藤黄、花青调一个浅绿色啊。哎，藤黄、花青调一个浅绿色。哎，上在我们留白的地方，哎，来一点这个浅绿色。你看，哎，这样来一点。我们先用这个赭石和这个浅绿色先打底，对吧？先打底。我们上这个小青绿的话，我们要用这个透明的颜色打一下底色。哎，这样我们的画出的这个上的小青绿出来以后才会明亮。你看啊，哎，先来一点。哎，先把底色打好，哎，先把底色打好。远山，你看，远山我们有云的地方啊，有云的地方，哎，用这个水，这个清这个干净一点的水这个清水，稍把云的地方染一下啊，用清水，哎，稍染一下。你看，就是我们需要染云的地方，你看，哎，这个地方，哎，染一点清水，哎，染一点清水。把这个浮水吸一下啊，再上颜色。哎，下面也是，你看啊，远山也是赭石啊，暗部来点赭石，来点赭石，下边吸下来，你看啊，下边呢吸下来，山顶，对不对？你看山顶的地方，来一点浅绿色，你看啊，
哎，上来一点浅绿色，哎，过来，你看，哎，我们这个水田也用这个浅绿色，哎，稍渲染一下，哎，稍渲染一下。倒影，看啊，我们下面上完这个底色以后，哎，上完底色以后，哎，稍亮一下，我们再上这个3绿啊，哎，再上3绿。我们先把倒影的地方花青，倒影地方花青加淡墨，你看啊，对吧？花青，哎，稍来一点淡墨，调个墨青色，我们去染那个倒影。你看，稍来一点倒影，哎，就在我们上淡墨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倒影，哎，就在这个我们上淡墨的地方上这个墨青色，哎，这样来下来，你看，哎，这样画倒影，你看就画在我们画这个先用淡墨画倒影的地方，我们再用这个墨青色来渲染一遍，也是一样的这个用笔啊。你看侧锋，对不对？你看侧锋，这样去渲染，来一点，看看，就这样啊。哎，下来，这样下来，这个点叶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你看点叶的地方，点叶地方也用墨青色，就我们调的花青，渲染一下，渲染一下。一到后面，你看我们常讲这个随类赋彩，就是说我们墨重的地方，颜色呢可以重一点，对不对？哎，然后到远处这个树丛，对吧？它是淡墨，哎，我们上颜色呢要随着它的墨的变化，哎，上淡墨上淡颜色，重墨呢稍重一点颜色，你就记住这个，哎，这样我们上头颜色，对吧？才会出来了。一个是这个前后的颜色对比，然后它的上头颜色不会灰。你看，如果你墨淡，你再上重颜色，对不对？它的墨就会被颜色覆盖。只有颜色没有墨，它这个画呢感觉就发灰，不精神。哎，远山，你看啊，远山也用这个墨青色，我们调的墨青色画远山。哎，淡淡的来一点，哎，画这个远山也是，你看我们南方的山，对吧？我们画阳明山都是那种比较圆润的，哎，丘陵，对吧？这种小的山峰，哎，它不像我们北方都是那种大的山峰，哎，它都是那种小的丘陵，哎，你看下边可以吸下来，对吧？下边吸成一个云雾，看啊，对不对？你看南方。它的天气比较湿润，哎，我们可以把
远山的地方，哎，处理成云雾。你看，就这样用这个墨青色，哎，我们去虚一个云雾出来。看，我们虚个云雾出来。哎，过来，你看，哎，这就是我们，你看打湿了以后，对不对？你看打湿了以后，我们染云雾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虚云雾的时候，你不用担心它这个墨的颜色，对吧？晕不开。你看打湿了以后，你的颜色非常方便、容易的就能晕开。不是啊，现在我们上颜色啊，你看啊，我们上颜色一定要注意，上颜色的时候水分呐、水分一定要多一点啊，不要太干，不要太干。就是我们染这个云的时候吧，水分虽然不是说这个是干的，是稍微是水分含的少一点，但是也是湿的啊。你看，它也是湿的。我们上颜色的时候一定要控制的水分让它多一点，让它多一点，不要太干，对吧？不要太干。你看啊，上完以后。你像上完以后，我们这个上三滤的地方在什么地方？你看啊，我们现在上三滤，稍亮一下，我们上三滤啊，哎，三滤色，哎，哎，这是三滤啊，我里边有现成的三滤，去用一下。哎，上三滤的时候，你看水分是不是，对不对？哎，要多一点。上三滤的时候稍微薄一点颜色，你看啊，上在什么地方，对吧？哎，上在这个山石亮的地方，你看啊，哎，上在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我们上就是说我们第一次上浅绿的地方，我们来一点三绿啊，少来一点三绿，哎，来一点，来一点三绿，你看，哎，然后啊，我们这个赭石，对不对？你看赭石要流出来，要流出点赭石来。上的时候湿的时候，你看上颜色，我们记住啊，上颜色上的稍微颜色稍微重一点，稍微重一点。就是说你想上的颜色，比如说我想上的颜色，达到什么程度的话，哎，在你原有的基础上，稍微的重一点，让它干了以后，就是我们需要的这个颜色。哎，这是我们需要的颜色。你看它湿了以后，这个生鲜的就是这样啊，湿的时候颜色比较重，它干了以后，它会这个像浅了一下，对吧？它会变浅一些。哎，再看啊，在山头的地方、山顶的地方来一点，你看，稍微来一点，哎，稍微来一点，稍来一点，让它吸下来，和赭石有个过渡，哎，稍微有个过渡啊，稍微有个过渡。它这个水田，你看啊，水田就是用三氯，哎，三氯，看这样去渲染一下，
渲染一下。哎，到后面的时候，你看到后面远山啊，看到远山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用这个三清去染啊，因为到远山，对不对？它远山以后，它不是它发一种蓝色的啊，偏蓝一点的颜色，所以说我们就用这个三清，用三清染一下远山，稍微用三清。用三清染一下这个远山的位置啊，也是染在我们山顶的这个地方。山顶的这个地方。先来，你看下边对吧？要把它虚开啊，颜色让它虚开。没有，我们三清没加淡墨啊，三清没加，纯的三清。因为你看三清这儿它有底色啊，它因为开始的时候有赭石和这三绿打的底色，我们就用单纯的三清去渲染一下也可以啊，也可以。下来。这是第一遍啊，我们第一遍颜色，你看三绿加在我们这个浅绿的上面，对吧？加在这个地方，让它和赭石不让赭石有一个过渡啊，有一个过渡，但是也要留出赭石的这个，稍留一点赭石，平衡一下画面。